一个混血孩子告诉邻居他家来了3个外国人，给我逗稀了。都是你家人吗？我家来了3外国人，说实话是这样子，我爱看男人，你不也是外国人吗？我不是外国人，你是外国人。你不是外国人吗？你生啥气呀，张大体？人家说的也没错。我不是外国人，你是外国人。You are half Canadian。你不要说话了。张大铁虽然不太适应家里来了外国人，但是他居然能成功的把外国人洗脑。跟你说一下这过程啊，我婆婆小姑子他们来，第一个事儿就是要看长城。他们来的头一天呢，我妈刚走，我妈不是有点烦温迪吗？就有点小心眼儿。然后知道他们要来看长城，我妈就告诉拿铁早达，你俩就教这仨女的唱一首歌，叫《亚洲雄风》，一定要在长城上给他老唱。然后从他们仨落地中国的这一秒，孩子们就开始了洗脑式教学。然后我们就上车了，幸亏咱开的是 IMV Plus 区，全家都能坐下，要不还得辆车。登上长城，早达让我给他姥录个视频。于是《亚洲雄风》这首经典名作，在中国的万里长城上被4个加拿大人嘹亮的高歌。我们亚洲山水共的头。那仨人虽然听不懂，但是吧，他特别洗脑，以至于我在景区上厕所的时候，听见隔壁的温迪已经开始哼哼这首歌了。然后我们是提前买了缆车的票，但是中国人可以直接刷身份证过去，外国人的护照刷不了。他们几个被扣留在闸机旁边，等着换纸质票才能进。张大铁呢，因为是儿童，票挂在了他爸名下，莫名其妙从中国人群中给摘了出去，扣在了旁边。张大铁非常不高兴，人家工作人员说身份证直接过，护照的都搁这等着。张大铁咆哮了：我不是好的，我有好客，我有好客。我呢，本来想给温迪报个团，人家有英语团，他说不用。我说那租个导游的耳机，我拿钱，他嫌贵也不要，说随便跟着一个团走就行了。我说蹭团这个事儿你不要那么明显，他说行，我懂。结果1分钟就被人发现了。当时我们周围有4个团，这仨女的直勾的非蹭一个导游，薅羊毛非可一个薅的那个导游要是不撵他们，自己都不好意思。然后前边那个导游在那讲解说10步一回首，看看祖国大好河山。温迪听不懂，问他那个汉语科1都没过的儿子，在大胖媳妇的翻译下就听懂一句10步一回首。温迪记住了，领着俩女儿一直回首，还特别精准，数10个数一回首，数10个数一回首。后边人以为温迪认识他呢，结果下长城就落枕了，妈，回走这路上给大伙热的呀！我提前预约了空调模式，现在车里老凉快了，车里边随便玩，车外边随便照。平时大胖媳妇自己开这个 IMV Plus 的时候吧，都是开这个 Sport 模式，享受速度与激情。这次我让他打开 Normal 模式，更平稳。这车不错吧，温迪？不错。高兴。最后下长城之前，他们看到了一个长城纪念款雪糕，为了跟他们加拿大的友人显摆，他们都想买了拿着照相，一问价22块钱一个。最后穆赫兰家族4个人众筹购入雪糕1枚，各种自拍，各种发。最后长城雪糕轮了一圈，到了张大铁手里，化干净了。外国。一个人如果英语不好，最好不要跟外国人装英语好，否则可能会失去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前几天不是全家出去旅游了吗？这次旅游早达向我提出了一个请求，让我借他一部手机，我就把我旧手机借他了。早达非常开心，一路上就拍照去用。那张大铁是怎么一个好面的人，你们也知道，受不了了。我也有。电话簿、工具箱。旅游的路上，老外就特别喜欢在车上拿手机放歌。早达现在有手机，人家也加入了。扎铁看着也得放。我也可以看。高端的音乐往往需要最简单的传播形式，那就是把手机摁关机再开机。你手机是不是过上了好日子？过上了好日子。你还别说，直接给布莱恩洗脑了。他爷布莱恩看着扎铁这老人手机就夸：哇哦，好有手电筒感的一个手机！我在加拿大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这个东西。扎铁一听来劲儿了，这几天就可劲儿给布莱恩安利自己的老人手机，说的天花乱坠呀，还教布莱恩怎么打电话才是最带派的。最后海滩上一堆人在看一个小老头教一个外国真老头怎么带派打电话。哇，你干啥呢？去虾。哇，你干啥呢？买东西的时候，扎铁告诉他爷随便挑，我付钱。他倒不是撒谎，每次扎铁用老人手机请客的时候，都有家长在旁边真给他付钱嘛，也没有人忍心告诉过他，他付款的时候这个逼是不管用的。你得第一声才能成功。扎铁跟他爷说：“你就不用管，你拿，我扫码就行。”扫完就走了。他爷爷很疑惑，问他 How do you pay for that？ 我不知道，反正没人追我。布莱
莱恩被彻底种草了，这不是爷爷奶奶第2天就要离开回加拿大了吗？张大铁还没忘了炫耀呢。你回加拿大，你可买不着这种手机了吧？他爷说，那你就把你的cell phone give me 吧，把你的手机给爷爷怎么样？张大铁本可以说他英语不好，然后找我翻译一下，人家不，直接标英文。他想说的是东北经典式反问，我给你啥呀？我给你。结果他翻译成英文说的是，我给我用啥呀？我啥都给我用，我光给我一个，我傻呀？我给我用这个充电器，我都不给我，我都不给我。结果呢，贾耀达虽然会汉语，但是对东北特有的正话反说式汉语还没有完全精通。贾耀达还热心肠的给布莱恩翻译了，他翻译的是，我的弟弟说手机可以给你，把充电器也给你。我们就去睡觉了，手机就留在了电视柜上。天真的我寻思，老两口要走了，挺圆满一个行程。我这次从海边回来很开心，以前不敢在海边疯玩，我这敏捷海风一吹，太阳一晒准泛红。遇到换季皮肤也会闹点小情绪，用镇炎速修精华放心多了。功力都在卖的院线品牌，4重蛋白合力修护，急救泛红，修护屏障，提亮肤色，让你一瓶感受3重焕变。老外的确是只听字面意思的直肠子。第2天，老两口回加拿大了，我家几口人一一惜别之后，布莱恩做完了和中国的一切道别。张铁那一瞬间还挺难过，觉得哎呀多好的爷爷就走了。忽然，我向你飞越温柔的吹，向你的拥抱把我包围。我向你飞多。那是我的，那是我的。张大铁要和他爸去参加小小主持人的比赛了。我妈给张大铁报了一个兴趣班，叫小小主持人，已经学了10节课了。现在要有一个汇报表演，每个孩子和家长打配合，一起完成一段贯口演出。张大铁要强，在所有的题里选了一套最难的、最长的。我买了烟袋乌木杆，我是掐着他的2头那么一道黑。二姑娘描眉去演戏，照着他的镜子那么2道黑。回来天天在家练，跟他姐一起练。俩人你别说啊，现在已经练得非常默契，基本很流利了。8到9到10道黑，我买了个烟袋乌木杆，我是掐着它的2头1道黑。妈妈，我跟姐姐练的可好了，我是最棒的。到时候可不是你跟你姐去，是你跟你爸去。因为他是第2天晚上比赛，我第2天不在北京，只有他爸能陪他去。那咋办？孩子练了那么长时间了，咱也不能就不让他去了，那就练呗。我数1、2、3，咱就开始。1、2、3。这，你是啥呀？我是你爸爸。我买了个烟袋乌木杆，我买了个2袋是心眼儿。你是心眼儿啊？2兄弟描眉来演戏，2娘的描眉练了气。爸妈，你不去为什么？但是大胖媳妇自己觉得，她说出来的和我教的已经8、9不离10了。她觉得再练2遍，他们就是夺冠热门。我买了个烟袋乌木杆，我买一个2袋。我买了个烟袋乌木杆，我买一个2袋牛肉干。你是不是故意的？你是个故意的。1刀黑2刀黑3、4、5、6几刀黑，买一个2袋乌木杆，2袋2刀黑，2兄弟描眉2条线。到了比赛当天晚上，我以为张大铁这个脸是必丢无疑了，他只能面对这个现实。没想到他赛到临头依然没有放弃，他找他姐求他姐说：“姐，你能想到什么办法能让爸爸不跟我去？”他姐也是心疼他，找到了他爸的自行车锁，跟他爸说蹦床上的吊环松了，让他爸帮他们绑一下。于是就上演了一场请君入瓮，瓮中捉鳖的大戏。你说这孩子这么有主意呢？关键是大脑发育黄金期把握住了。喝的飞鹤星飞芬卓瑞，科学添加5大脑磷脂，其中 DHA、ARA 达到1比1.7黄金配比。飞鹤专研大脑营养，而且连续4年全球销量第1，大品牌硬实力，喝着也放心。到这儿，大胖媳妇也没想到自己跟张大铁的情绪是完全相反的。外边张大铁想的是，只要没我爸，我也许能夺冠。他想的是，我得赶紧逃出去陪儿子比赛呀，儿子没了我，比赛得完蛋。你爸最后到底还是去了？我本来都跑了，我爸给我追上了。哎呀，那演完大伙儿给你鼓掌了吗？我演了啥呀？一共10道黑，我跟爸爸刚说了2道黑。老师说拿铁和爸爸可以下去休息了，谢谢。